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热心的网友呢给我们的那个频道啊送来了啥。那么这是一个汽车的电池充电器，那么它的这个品牌叫什么呢？看了半天叫 Schumacher。好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呢先接上电源看一看。那么这块充电器呢有自动挡和手工挡。根据这位朋友的描述啊，没有电压输出，充不了电。我们来瞧一瞧哈。我们打到直流电压档。那么显然呢，一点电压都没有。当我打到手动挡的时候啊，可以看到这个绿灯啊亮了。刚才自动挡呢，你看，自动挡连灯都没有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动挡可以提供10伏的电压。那么现在的情况看来呢，是自动挡出了问题。好，那么我们下面废话少说，直接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在后面呢有4颗螺钉，打开，当当，螺钉打开了。那么作为一种常识呢，这种电压的这种转换器啊，里面呢多半都有一个保险丝。那么首先第一件事呢，就看这个保险丝大概在什么地方。那么通过这个经验呢，一下就能看到，哎，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测量一下。我们打到电阻档，可以看到呢导通啊良好，所以呢它没有问题。保险丝呢是好的。那么我根据这个型号呢，在网上呢找到了一个不太官方的一个电路图，但是呢作为参考。好了，我在下面呢有将近7分钟的对这个电路图啊，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呢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数字电路3极管是如何工作的，也就是这一小块里面到底都干了一些什么。你别小看这一小块，其实里面干了非常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可以跳下面的部分，看看如何我们对它进行诊断，找到错误，并对它进行维修。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这个电子电路的一些原理和一些操作的这个实践的那个知识。下面的这张图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它的这个简单的这个电路的拍照。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从 P1、P2、P3、P4、N1、N2、N3 还有一个 R。那么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呢？那么 P1、P2、P3 啊，就是3极管 PNP 的3极管，而 N1、N2、N3 呢是 NPN 的3极管，而这个 R 呢就叫 TL431，这是一个可调分流的稳压的集成电路。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呢，研究这个3极管的电路，大家觉得呀，3极管是不是很难？因为呢，我们接触到的3极管很多时候呢，都用在电路放大、电流放大这些应用。那么在很多的环节呢，实际上现在呢大部分是属于逻辑的控制。那么就像我们这个计算机里面呢，都是大量的那个3极管和2极管，所以呢在这个电压控制里面呢，那么它也是完成这么一个逻辑控制。那么在设计者的这个脑子里呢，他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哎，我往这个上面充电，如果超过了我就不充，对吧？如果低于的话呢，我就充；如果要到达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慢慢充。那么他脑子里有这么一个想法，那么在实际上设计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逻辑啊，就像我们写程序一样，什么 if else then， 那么就通过这个3极管的一级级来实现。好了，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电路图啊，在这个上面呢，跟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好了，我们在这个核心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 R。这个可调分流的这个稳压集成电路，这个 TL431，这个 TL431啊，它主要是靠这2个黄色区域的这2个配比的电阻来设置一个可控的电压。那么这个电压呢，大家用这个公式就行了， 2.5 的基准电压乘上1加 R2 除以这个 R12， 那么答案呢就是14伏，那么将近15伏。这么一个基准电压调好了以后呢，那么下面呢，这是整个这个电路的核心。因为我刚才说了，那么他这个设计者脑子心想，哎，只要15伏就怎么样。好了，那么这个15伏的基准电压已经有了以后啊，我们这时候就看呢，下面开始怎么工作。电路的这个左边呢是一个降压器，那么120伏的4电进来了以后呢，那么降压呀，那么通过这2个肖特基的2极管以后呢，那么它就把它变成全部反转的120赫兹，原来是60赫兹的正弦波，那么现在呢变成120赫兹，那么峰值呢大概有，我测量了一下48伏，就进来了以后呢，这是我们整个这个配电。当外面的这个 BAT 电源呢，就是接着我们的汽车电池。当我们的汽车电池呢，那么小于指定的电压的时候，这个时候期望值15伏。在这2个电阻上的配比呢，那么显然这上面这个分压呀，那么就会低于
原来我们设计值，因为它现在电压已经调下来了。当低于这个设计值的时候呢，所以这个 TL431啊实际上属于不工作。那么它一不工作的话呢，就开路了以后呢，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被这个 R3 呢，那么就拉成高电平。拉成高电平以后，我们就知道，哎 ，P3、P4 啊不工作了。P3、P4 一不工作，我们就逻辑的关。P3、P4 不工作，所以呢，到了这个 N2 呢，这个 MPN 呢，那么它的输入呢也就没有，它输入没有了 ，N2 呢也就关闭。N2 一关闭了以后，好了，那么 N2 就不存在。那么实际上呢 ，N3 呢，它的基极啊就被 R6 pull up， 所以呢，它就是导通。所以呢 ，N3 呢就呈现导通状态。我们可以看到 N3 的边上呢有一个手工 switch， 它这个时候啊是跟这个 N3 呢效果是相同的，只是说它手工的方式呢是永远的强制 N3 三极管的开放。好了，我们 N3 开放，那么这样的话呢 P2 呢就也开放，因为 P2 被这个 R8 啊破基极和这个极电极之间呢形成这个电压差，所以呢 P2 呢这个 PNP 也开放。一开放了以后呢，那么结果呢 R7 啊就把这个基极我们 gate 这个3极呢就把它拉上去变成了高电平，那么从而导致这个可控硅二极管，这个叫 BTW69200NS 在哪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大的黑色的这个坨坨，那么呢就导致它呢就开放。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等待的这个120赫兹的这个直流啊就一下就涌进来，那么就往这个电池上面充电。那么这就是基本上的这个逻辑。那么它还有一些辅助的逻辑，那么比如说呢，当 P3 关闭的时候呢，那么它保证呢这两个阻抗上的分压呢维持不变。好了，那么这部分蓝色的电路呢，它是属于一个反馈。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 gate 这个开放的时候啊，这个被 R1 呢被拉上高电平，所以这两个呢形成电压差，从而导致呢 P1 呢是开放的。那么 P1 开放呢，那么我们知道4401这个 MPN 呢也被 R9 呢拉高，也开放。当它一开放的时候呢，在这个节点的分压值呢也被拉低了。那么一拉低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两个节点这个配比啊不再是预期的配比值，从而呢使这个 TL431呢不工作。那么我们刚开始说了 TL431本来就是不工作的，因为我们这时候的电压呢低于额定的电压，所以这部分的电路呢，那么实际上呢它叫同步，我们呢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反馈的一个确认。那么通过对这个电路的讲解以后，那么大家应该基本上明白这是核心 TL431 他们完成这个电压的这个比较，然后呢这边呢就是形成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数字逻辑。好，我把刚才这些逻辑呢就写在右边的这个纸上，就像我们写程序一样，它就变成了一个流程图了。这个流程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431这个关闭，所以呢P4 就关闭， P4 N2 就关闭， N3 就开，然后往下呢 P2 依次类推。好了，我把这些步骤呢写成1、2、3、4、5、6、7、8、9、10、11、12个步骤。那么这个12个步骤呢，这个下面要进行的工作呢，就是要对它进行呢电表测量，看看哪一个步骤呢是我们所不期望的，在哪一步环节出了问题。好了，我们下面呢就在这个电路上面看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原理搞清楚以后啊，那么现在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这就是这个 debug 硬件的 debug。我现在呢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最好的 debug 的方法呢是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呀，和 V 加和 V 减这两条线路啊有电压送进来。因为它有电压送进来之后呢，它的行为和正常的充电的行为呢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观察这个逻辑。而我们知道这部分的电路啊，这边是手工档，手工档一直到这一边把这个3极打开，到把这个硅控2极管这部分呢我们知道是完全工作的。而这几个部分呢我们知道都是电阻啊和一些反馈电路，所以呢先把它放在一边。所以现在我们的核心的电路呢实际上啊就是 P3、P4、N2、N3， 而 N3 呢又是无关紧要的。所以现在最关键的呢，实际上我们核心的问题呢就是要
诊断3个三极管 P4、N2 和 N3。为了方便测量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把这个电路板的反面呢都已经标上了它的那个电阻的阻值和它的这个二极管的代号。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测量啊，首先是从这个 TL431 测起，也就是测电阻 R3 上面的这个电压，我们看看呢是多少。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读数了吗？ 12.44， 所以我在这里写下来了 R3 呢是 high， 因为 TL431 呢是 off， 所以这个行为呢是正确的。那么我来这里打了一个勾。那么 R3 是正确的话呢，那么就说明 P4 呢是属于断开的状态。P4 一断开不存在，那么 R5 的话呢一定是高电压。我们看看 R5，R5 呢 12.62 伏也是对的。P4 不工作，那么 N2 就没有输入，那么 N2 不输入的话，那么4401就相当于不存在。那么我们现在最后呢只剩下 R6 了，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 R6 的电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6 的电压呀是0哟。那么 R6 的电压如果是0的话呢，那么它本来R6 呢应该是被 pull up， 那么会导通这个 N3 是应该开放状态，因为就相当于等同这个手工开关开，而这个时候它是0，那么 N3 就不会工作。显然呢这个时候的问题啊是在 N2 啊这个地方一定被击穿了，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啊就是出在这个 N2 这个 NPN 这个三极管上面。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要更换一下这个三极管，所以我们现在要替换的呢就是这个 N24401，4401呢是个 NPN。我现在呢找不到这个等同的这个，但是我的这个旧板子上呢我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叫做 C945。那么我打算把这个 C945 呢这个特性相同的呀给它换到这个 N2 上来。那么我现在呢就把这个管脚呢从这上面呢焊下来。那么我现在把这个 C945 啊从这上面焊下来了。好，这个时候啊我们把这个 2N 呢4401呢就从这儿拆下来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新的这个已经插回去了。我们这个时候把它的这个电池电源呢再给它加回来，直流电压档。我们来看看这个 N2 和它之间呢，大家可以看见没有， R6 呢现在 0.72 伏。好了，我们可以看到 N3 的积极如果是 0.72 伏的话，那么 N3 就已经满足了导通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逻辑呢就对了。那么从现在看呢，目前的这个维修啊似乎是对的。我们下面呢装在电池上面加电来测试一下。好了，下面呢我们把这个电池啊给它接上。好了，下面呢就是我们最激动人心的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我现在把电源接上，大家可以看，立刻开始充电了，一切都似乎非常的完美。然后我们打到手动挡，因为这时候还在充，也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现在就完全工作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汽车充电器就这么修好了。那么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视频呢，应该说这个电路呢还是非常简单的，它里面的三极管呢不超过10个。那么使用这些三极管的目的呢，跟我之前所说的一样，它是把它当做一种数字逻辑来使用。我阅读了很多的参考文献，那么都提到呢这个电路是非常的老式。那么一种方法呢就是说这个外壳不变，把里面的那个小的电路板呢换成更新型的电路板。好了，今天这个视频我希望对这个三极管工作在数字逻辑上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